你有没有好奇过，中医那个看起来挺神秘的搭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还有啊，就那么小小的银针扎一下，为什么就能缓解疼痛，甚至还能调理身体呢？今天啊，咱们就根据你给的这些关于中医的资料，一起来好好探寻一番。这次咱们的目标就是想帮你揭开中医里头把脉、经络还有针灸这几个核心概念的神秘面纱。咱们试着弄明白它们背后的逻辑啊、运作方式什么的。后面我们还会聊聊中医和西医他们看待身体和疾病的方式到底有哪些根本的不同。最后呢，还会分享一些资料里提到的挺实用的，你可以直接上手试试的那种简单的中医小方子。没错，这些方法，传承了很久了。其实并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是什么玄学，他们背后啊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是基于长期的观察和实践总结出来的。里面是对身体运行规律的一种，可以说是独特的理解吧。我们呢会尽量从原理入手，结合你提供的资料信息，让你大概明白其中的道理，看看中医是怎么看待和调整身体状态的。好，那咱们就先从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最神奇的把脉开始吧。好像那个中医大夫就是，摸一摸你手腕，就能知道你身体哪儿不舒服了。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来仔细看看这个把脉到底怎么回事儿。在中医里啊，这个过程叫切脉，或者也叫诊脉。它是中医诊断望闻问切四诊里面的切这一步。切的部位呢，主要就是你手腕内侧大拇指下面一点能摸到脉搏跳动的地方。这个位置其实也就是西医说的那个桡动脉搏动的地方。但是啊，中医关注的重点啊，可不只是脉搏跳得快还是慢。哦，那还关注什么呢？听起来不只是数数跳了几下。对，远不止那个，更重要的是感受那个脉搏的脉象。这个脉象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感觉，它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脉搏的深度，就是在皮肤表面轻轻一搭就能摸到呢，还是得用点力气往下按才能感觉到？还有力度，是感觉挺强壮有力的，还是摸起来特别微弱、若有若无的？再有就是速度的快慢，节奏是不是均匀规整？甚至啊，还有脉管的形态。感觉是那种圆润流畅的，还是有点硬，像按在琴弦上似的。中医就认为啊，这个脉搏它就像一个窗口，能反映出你全身气血的运行状态好不好。气血这个词确实老听到，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在中医概念里它具体指是什么呢？就通俗点说。可以。这个气啊，你大致可以理解成一种维持生命活动必须的能量或者动力，比如推动血液运行啊，温暖身体啊，防御外来的不好的东西啊，等等，都需要气。而血呢，就更接近我们平时理解的血液了，主要负责营养、滋润全身的组织器官。中医认为啊，气和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东西，两个是互相依靠、一起作用的。所以脉象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你身体里气血是充足还是虚弱，运行的是通畅还是有阻碍的一个表现。具体操作的时候呢，医生会用食指、中指、无名指这3根手指头，轻轻搭在你的那个桡动脉上。这3个指头按的位置啊，分别对应着中医理论里的寸、关、尺这3个部位。而且左右手这3个位置又各自对应着不同的脏腑。哦，这个怎么对应呢？还分左右手？一般来说啊是这样对应的：左手的寸脉对应心，然后关脉对应肝胆，尺脉呢对应肾，偏向肾阴精血这边；右手的寸脉对应肺，关脉对应脾胃，尺脉也是对应肾，但偏向肾阳、命门火这边。当然了，不同的中医流派说法可能会稍微有点差别，但大体上是这么个框架。医生就是通过感受这几个不同位置上脉象那些细微的差别，来初步判断可能是哪个脏腑的气血运行出了问题。哇，这个听起来是挺复杂的啊。那，资料里不是举个例子吗？
那个能不能帮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下？我想起来了，资料里提到一个案例，说是有个病人啊，老是感觉没精神，浑身没劲儿，然后医生给他把脉，就发现他2只手的尺脉，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对应肾的那个位置，跳得特别沉，就是说得用力按才能感觉到，而且感觉还比较弱。然后再结合他自己说的平时特别怕冷啊，腰那块老是酸软无力这些症状，医生就判断他可能是肾阳虚。这个例子就很好的说明了几个关键点。首先啊，肾阳虚通俗点说，就是跟肾相关的一些功能，特别是那种温暖身体、提供动力的能力，它不太够了。所以这个人就会表现出怕冷啊、没劲儿啊、腰酸这些。其次呢，你看他脉象上尺脉又沉又弱，这也正好符合了阳气不足、气血运行不起来的那种表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例子说明了，把脉它绝对不是什么读心术，不是光靠摸一下就能下结论的。确实，听您这么一说，就不是纯粹靠摸那么简单。对，它必须得结合很多信息，比如你表现出来的各种症状，像怕冷啊、口苦不苦啊、咳不咳嗽啊这些，还有你告诉医生你自己的感觉，甚至还要看你的舌苔怎么样，中医叫舌诊，看看面色好不好等等，是一个全面的信息收集和综合分析的过程，这样才能得出一个比较靠谱的判断。这更像是在解读身体发出的各种复杂信号，而不是凭空瞎猜。这里头啊，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有经验的中医，他有时候能通过脉象捕捉到一些非常非常早期的身体变化。哦，是吗？比如说呢？什么样的早期变化？比如啊，你可能就是刚刚稍微受了点风寒，你自己还没啥明显感觉，没觉得嗓子疼，也没咳嗽发烧什么的，但是呢，脉象可能已经先悄悄变了。比如说，可能变得比平时稍微浮一点，就是在表层更容易摸到，而且可能跳得稍微有力一点。如果能及时发现这种非常细微的失衡状态，可能通过一些很简单的方法调理一下，比如说喝点姜汤发发汗什么的，很可能就把一个潜在的感冒给扼杀在摇篮里了。这个就是中医一直非常强调的那个治未病的思想。这个治未病的思路，听起来很有道理啊，感觉像是把健康的防线往前移了。这体现的是一种，可以说是超前的健康管理理念吧。重点是预防，是早期干预，而不是等问题大了才去处理。那您说，这种细微的变化，我们普通人自己能感觉到吗？还是说必须得找医生把脉才行？普通人自己要想准确感觉脉象的细微变化，说实话确实比较难，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经验积累的。但是治未病这个理念呢，它不仅仅是体现在把脉这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你要有意识的去关注自己身体发出的各种小信号，比如说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累啊，胃口好不好啊，晚上睡得怎么样，大便是不是通畅啊，等等等等，就是有意识的去关注这些日常的表现，发现不对劲儿了，及时调整一下生活习惯，或者采取点简单的措施，这也是治未病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明白了，就是说要多留意自己身体的反馈。好，那说完了把脉，咱们再聊聊另一个中医里也经常提到的概念——经络。经常听人说经络通，百病消。听起来也很神奇。这个经络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跟我们后面要谈的那个针灸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经络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遍布我们全身的非常复杂的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气血，就是维持身体活动的能量和物质基础，在身体里运行的主要通络。就好比一个城市里的交通网一样，有主干道，中医叫做经脉，也有各种各样的小分支，叫做络脉。这些经脉和络脉纵横交错，把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包括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啊、皮肉筋骨啊，全都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是像身体里面的交通网，或者说像水管系统。对，这个比喻很形象。经络要是通畅呢，气血就能顺顺当当地运行到全身各个地方去滋养那些脏腑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但是如果哪个地方的经络堵住了，
就像是交通堵塞了或者水管不通了，那气血运行就受阻了，过不去了。这样一来呢，相应的部位就可能会出现疼痛啊、麻木啊、肿胀啊这些感觉，或者呢，它所关联的那个脏腑的功能也可能跟着失调出现问题。比如资料里也提到，有些人不是经常肩膀疼吗？这可能就跟他肩膀部位循行的那些经络，像是手少阳三焦经啊，或者手阳明大肠经啊，这些经络的气血不通畅有关系。还有些人腿脚麻木，那可能就是经过腿部的那些经络，比如足太阳膀胱经啊、足少阳胆经啊，这些经络的运行受阻了。哦，原来是这样。那针灸呢？针灸是怎么回事？它是不是就是用来疏通这些堵塞的通路的方法？可以这么理解，是主要作用之一。针灸是中医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疗手段，它主要包括针刺和艾灸这两种方式。我们今天重点聊聊针刺。针刺就是用一种特制的非常非常细的金属针刺入身体上的一些特定部位，这些部位就叫做穴位。这些穴位啊，绝大多数都分布在经络循行的路线上面。你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经络气血汇聚或者输注或者转输的一些关键节点，就好像是交通网络上的那些重要的枢纽站，或者是水管系统上的那些阀门一样。通过用针去刺激这些穴位呢，就可以激发我们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来调整经络里头气血的运行，最终达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目的。就好比是对堵塞的交通枢纽进行疏导分流，或者调节一下水管的阀门来控制水流一样。听起来是这么个道理。那资料里是不是也提了几个常用的穴位例子？我记得好像有。是的，提了几个很典型的，比如我们可能都听说过的合谷穴，就是在手背上大拇指和食指并拢时，虎口肌肉最高点那个位置，它属于手阳明大肠经。你看这条经络啊，它一直走到头面部去，所以刺激合谷穴不光能治它本经循行路线上的问题，比如手臂疼啊什么的，对于缓解像牙痛、头痛、嗓子肿痛这些头面部的毛病，效果也特别好。还有一个例子是内关穴，这个穴位在你手腕内侧那条横纹往上大概3个手指那么宽的地方，在2个明显的筋的中间，它属于手厥阴心包经。这条经络跟心脏、胸膈这块关系密切，所以啊，你去按揉或者针刺一个内关穴，对于缓解像心慌啊、胸闷啊、胃里不舒服啊，甚至晕车、晕船什么的，都有挺好的效果。哦，内关穴我知道，晕车的时候按一按好像是有把用。哎，说到这儿，资料里好像提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说针灸好像也讲究一个整体的观念。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哪儿疼就扎哪儿。对，你说到点子上了，这正是中医针灸的一大特色，体现了它的整体观。虽然很多时候吧，我们确实在疼痛或者不舒服的局部进行针刺，中医管这种点叫阿是穴，就是你按下去觉得最酸最疼的那个点，但这往往只是治疗的一部分。中医更强调要找到问题的那个根源在哪儿。比如资料里举的那个膝盖疼的例子，有些人呢膝盖疼啊，可能不单单是膝盖局部的问题，它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肝肾不足。中医有句话叫肝主筋，肾主骨，就是说肝血和肾精要是亏虚了呢，筋骨得不到足够的濡养，就容易出毛病，比如关节疼痛啊，活动不利索啊。像这种情况，医生除了在膝盖周围选一些穴位来缓解疼痛，这算是治标之外，可能还会取一些能够补益肝肾的穴位，比如说脚踝内侧的那个太溪穴，那是肾经的原穴，或者腿内侧的三阴交，那是肝脾肾3条经络交汇的穴位。通过刺激些穴位来从根本上调理，这就是治本。这样标本兼治，效果才能更稳固、更持久。哦，原来是这样，还要追根溯源。这跟西医处理疼痛的方式好像很不一样啊。这正好就引出了咱们下一个要聊的话题了，就是很多人呢都会把中医和西医放在一起比较。比如同样是发烧了，或者说得了高血压，中医和西医的处理方式好像差别挺大的。
在您看来，这两种医学体系，它们最本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都特别关心的。我觉得吧，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可能就在于他们看待疾病和看待人体的那个视角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喻来帮你理解一下。西医或者说我们常说的现代医学，它更倾向于从微观和局部入手，它会去关注导致疾病的那个具体的病因，比如说是什么细菌呢、病毒啊、基因突变啊，或者是哪个器官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它的治疗目标呢，通常就是直接针对这些病因或者病灶去的。比如用抗生素去杀死细菌，用手术把肿瘤切掉，或者用药物来控制某个不正常的生理指标，像血压、血糖这些。就好像资料里打的那个比方，如果把生病看作是房子着火了，西医的做法更像是直接找到那个着火点，精准的泼水灭火。这个比喻挺形象的。那中医呢？中医看问题是什么角度？中医呢，它就更注重从宏观和整体出发了，它可能不那么执着于非要找到某一个单一的致病因素，它更关注的是你人体内部以及人跟外部自然环境之间那个平衡状态是不是被打破了。中医认为啊，疾病的发生其实是你身体内部，比如说阴阳失衡了，气血不和了，或者是脏腑功能紊乱了等等，这些整体失调状态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呢，中医治疗的目标主要是调整你身体的这个整体状态，帮助它恢复平衡，然后激发你身体本来就有的那种自我修复能力，来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病邪给清除出去。继续用刚才那个房子着火的比喻啊，当中医看到房子着火的时候，他可能不光是盯着那个火源本身，他可能会去检查，这个房子的通风系统是不是堵住了，导致里头烟雾弥漫，温度过高，是不是这个房屋结构本身有什么问题，所以它特别容易着火。它的处理方式可能更像是去疏通通风口，调整房屋结构，想办法让那个火势自己慢慢减弱，甚至熄灭。同时呢，也修复一下被火烧坏的地方。哇，这个对比一说就特别清楚了。那具体到像发烧这种很常见的问题呢，两种方法怎么不同？好，就拿发烧来说啊，西医呢通常会先检查一下，比如抽个血，看看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然后呢，可能会用退烧药先把体温快速降下来。如果确定是细菌感染，那可能还会用上抗生素。它的目标很明确，降体温，消灭病原体。而中医看到发烧呢，它首先要做的是辨证，就是区分这是哪一种类型的发烧。比如说吧，如果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发烧，病人往往同时还觉得怕冷，身上不出汗，流清鼻涕，头疼身子疼。这时候中医的目标就不是单纯把体温降下来，而是要帮助身体把那个寒邪给排出去。方法呢，可能是通过针灸后脖梗那儿的大椎穴来激发阳气，帮助身体出汗，或者建议你喝点生姜红糖水来散寒解表。但如果辩证下来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发烧呢，病人可能表现是发热比较重，嗓子特别疼，口渴，流黄鼻涕。那治疗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就会用一些清热解毒的方法。关键就在于要先判断你身体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失衡状态，然后呢，因势利导，帮助身体恢复到平衡状态去。明白了，不是一概而论的退烧。那再比如资料里提到的高血压呢？高血压也是个很好的例子。西医治疗高血压呢，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降压药，这些药直接作用在血管啊、心脏啊这些地方，目的就是把血压这个数值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这对于预防像中风、心梗这些严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中医看待高血压呢，他就会去探寻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的血压升高了，这个内在的机制是什么。比如啊，有些人血压高，同时他还特别容易发脾气、急躁、头晕头胀、脸红眼睛红、嘴里发苦。中医通过辩证可能会认为这是肝阳上亢，你可以粗略理解为跟肝相关的某些调节功能太亢奋了，管不住了。这种情况下，治疗就不仅仅是把血压降下来，
更重要的是要平肝潜阳，把那个过亢的功能给调整一下。比如可能会针刺脚背上的太冲穴来帮助疏泄肝气，同时可能还会配合一些具有平肝滋阴这些作用的中药或者食疗。它的目的是调整那个导致血压升高的内在的不平衡状态。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宏观一点看，你会发现中医它着眼于调整身体的整体状态，而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孤立的指标。这么听下来，感觉西医更像是工程师修机器，哪个零件坏了就修哪个或者换哪个，针对性很强，可能见效也更快。而中医呢，更像是一个园丁在养护植物，通过调整土壤水分阳光这些整体环境，也就是调整我们身体内部的环境，让这个植物，也就是我们的身体自己变得更强壮，更能抵抗那些病虫害。这更侧重于调整根本，是吧？哎，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总结得很好。这也正好点出了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侧重点在哪儿。西医呢，在处理急症、重症方面，比如说像急性心梗严重的外伤需要马上手术的疾病这些，它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诊断手段也更精确。而中医呢，在调理一些慢性病、功能性的失调，就是很多时候你去检查，指标都正常，但人就是觉得不舒服那种情况。还有改善体质、预防疾病，也就是我们说的治伪病，以及促进疾病后期的康复等等这些方面，往往能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这真的不是一个谁比谁更好或者谁对谁错的问题，他们是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侧重。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把两种结合起来，才是对病人最好的选择。就像资料里提到的，现在很多大手术做完之后，会结合针灸来帮助病人镇痛促进肠道功能恢复加速整个康复过程。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正是如此，完全是这样。所以，了解中医，并不是说要你完全抛弃西医，或者否定现代医学，而是希望为你提供一种看待健康和疾病的补充的视角吧，让你在面对自己身体问题的时候，能有更多的信息和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更智慧地去利用不同的医疗资源。这确实是为我们理解自己的身体打开了另一扇窗。了解了这么多原理和视角，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有没有一些就是源自你提供的资料里的比较简单易行的，我们自己在家就能操作的中医基础方法，可以用来做一些日常的身体调理什么的？当然有，当然有。中医的很多智慧其实就蕴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里呢，根据你分享的资料，我给你总结了3个比较简单实用的小方法，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通过按压一些特定的穴位来缓解一些常见的小毛病。这个不需要针，用咱们自己的手指头按压就行。比如说，你感觉有点头痛，特别是脑袋两边太阳穴附近胀痛的时候，你可以用食指或者中指的指头轻轻地按揉眉毛梢外侧那个凹陷的地方，那就是太阳穴。可以顺时针揉一揉，再逆时针揉一揉，每次大概1-2分钟，感觉有点酸胀感就可以了。再比如说，晚上容易失眠，心里头不太踏实，心神不宁，你可以在睡觉前用温热的水泡泡脚，泡个大概15到20分钟，让身体整个暖和起来。泡完脚之后呢，用你的大拇指去按压脚底板前1/3处有个凹陷点，那就是涌泉穴，这是肾经的第一个穴位。按压个5分钟左右，力度呢以你自己感觉有点酸胀又能承受为好。这个有助于把上面的火气往下引，帮助安神睡眠。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吃多了或者有点晕车晕船，感觉恶心想吐的时候，你可以找到手腕内侧那条横纹，往上大概2横指那么宽，在2条能摸到的明显的筋的中间，那个是内关穴。用大拇指持续的按压它，按到感觉有明显的酸胀感，并且这个感觉能转导开，这可以帮助和胃降逆，缓解恶心。这几个听起来确实都挺方便操作的，随时随地都能做。那第二个方法呢？第二个方法呢，是尝试根据自己身体的一个大概的寒热偏向，来更聪明的选择吃什么。中医认为食物跟药物一样，
它也有寒热、温凉这几种属性。吃对了呢，有助于平衡你的身体，但如果吃反了，就可能加重身体的失衡状态。那怎么大概判断自己是偏寒还是偏热呢？资料里也提供了一些简单的参考，比如说你平时总是觉得怕冷，手脚容易冰凉，特别喜欢喝热水，不太敢吃凉的东西，大便容易不成形或者拉肚子，那你可能就偏向寒性体质多一些。这种情况下呢，日常饮食就可以适当多选择一些偏温性的食物，比如像生姜啊、葱啊、蒜呢、桂圆、红枣、羊肉、鸡肉这些，尽量少吃生冷寒凉的东西。相反呢，如果你平时总是觉得身体里有热气，手心脚心都发烫，容易口渴，特别喜欢喝冷饮，还容易上火，比如肠口疮啊、便秘啊，脾气也比较急躁，那你可能就偏向热性体质多一些。这时候呢，就可以适当吃一些偏凉性的食物来平衡一下，比如像李呀、西瓜、绿豆、苦瓜、黄瓜、冬瓜、鸭肉这些。同时要注意少吃辛辣的、油炸的，还有过于温补的食物，比如羊肉可能就要少适量。这个根据寒热体质来调整饮食，确实非常实用，而且容易记住。那第三个小技巧是什么呢？第三个呢，是一些简单的经络养生小动作。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路，那么平时经常疏通它，就有助于保持气血的流畅。比如资料里建议早上起床以后，你可以用手掌，主要是手掌根那个部位，从你的后脖颈那儿开始，沿着脊柱正中间那条线往下搓，一直搓到腰底部，就是屁股上面一点。这条线呢，是督脉循行的地方，督脉总管咱们全身的阳气。这样反复搓个几十下，搓到感觉后背微微有点发热了，这个动作有助于振奋身体的阳气，让你一天都比较有精神。晚上睡觉前呢，可以做另一个动作，放松你的手臂，用一只手的手掌，从另一侧的腋窝呢开始，沿着手臂内侧的中间线，这大概是手少阴心经和手厥阴心包经循行的位置，沿着这条线缓慢地往下搓动，一直搓到手腕附近。两条胳膊交替进行，每侧大概搓个100下左右。手臂内侧是心经和心包经经过的地方，经常这样搓一搓呢，有助于疏通这两条经络的气血，对于缓解心慌啊、胸闷呢、改善睡眠都有一定的帮助。这些方法听起来确实都不难，而且都是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就能完成的。不过这里也要提醒你一句啊，这些都只是非常基础的日常保健，或者说缓解一些小症状的方法。对，这非常重要，你提醒得特别好。这些小方法，它绝对不能替代正规的医疗诊断和治疗。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持续的不舒服，比如说咳嗽超过2个星期了还不好，或者胃痛反复发作，或者出现了任何让你觉得担心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去看医生。不管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先明确诊断，然后接受专业治疗。千万不能因为觉得自己会几个小方法就耽误了病情，这个非常关键。说得对，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听完咱们这次的深入探索啊，我感觉中医的把脉、经络、针灸这些概念，好像不再像我初始感觉的那么遥不可及，那么神秘了，反而觉得它们挺接地气的，都是源于对咱们身体运行规律的那种长期的细致的观察和经验总结。那么，这对我们理解自己的身体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对你来说，最直接的意义可能就是你了解了一种看待和理解自己身体的不同的框架和语言。比如我们今天聊的气血、阴阳、经络、脏腑这些，用这些概念来描述身体的状态和变化。了解这些呢，可以帮助你更细致的去感受和解读你自己身体平时发出的一些信号。所以核心理念其实听起来也挺简单的，就是强调那个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意思是身体内部自己要和谐，人也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对，可以这么说。了解中医，它的目的不是让你去排斥现代医学的成果，绝对不是，而是希望呢，能为你提供一种额外的补充的思路，关于怎么保养身体啊，怎么去理解身体的不舒服啊，怎么促进健康啊，
最终的目标是让你能结合自身的情况，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做出更适合你自己的健康选择。这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补充视角。好了，最后呢，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也许可以在咱们这次探讨结束之后，你自己再琢磨琢磨。当我们今天谈论身体的平衡，谈论治胃病的时候，你有没有更加留意到，其实你的身体可能一直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细微的方式向你发出信号，比如那种不太容易察觉的疲劳感啊，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啊，睡眠的细微变化等等。听了咱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你会不会尝试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去更耐心地倾听和理解这些来自你自己身体的讯息呢？好了，这次关于中医基础概念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你的聆听，希望这些信息能对你有所启发。期待下次有机会能和你一同探索更多有趣的话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